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位，今天依旧用游戏为大家带来欢乐。上期视频的播放量也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那么我也是快马加鞭的把本期视频赶制了出来。大家今后还想看什么游戏的系列看点，可以在弹幕以及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本期视频依旧是点赞破500，快速追加下一期。从2012年《刀剑神域》动画化并大火之后，万代精准的看到了这个 IP 的潜力。于是便决定带着时下正红的他进军游戏业，而这款《刀剑神域：无限时刻》便是这个 IP 在主机端的第一次尝试。万代希望在当时做出一款非常贴近原作的作品，但是最后其所呈现出的作品却非常的令人诧异，因为他选择了一个最蠢的方法，在单机游戏里模拟 MMORPG， 并且由于游戏极其费肝的属性，万代选择把它发布于一个当时性能和装机量都非常不错的掌机——索尼的 PSP。于是从这一刻开始，万代便打着《刀剑神域》的名号，开始了他的圈钱之旅。可能万代也知道这款游戏本身做的并不好，想要更多玩家买账，就必须搞点新花样。于是万代的剧本方面下了些功夫，游戏走的是义父线，讲的是桐人击败团长之后，游戏依旧不能退出。于是桐人一行人便继续攻略直至100层的故事。于是便从这一刻开始，游戏的世界观与主线完全分开了。不过这样的游戏无论在设定还是剧情都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但是更多的剧情并不能掩盖这款游戏本身低素质的问题。游戏的操作蹩脚，战斗系统重复，丝毫没有新意，并且很多任务就是完全枯燥的刷，让玩家机械式的劳作没有丝毫的乐趣。虽说本作是试水之作，但是游戏的整体素质却十分廉价。不过好在《刀剑神域》在当时有足够的热度，让本作有非常多的粉丝买账。在经历了无限时刻之后，万代在主机领域尝到了些甜头，于是在次年趁热打铁推出了游戏的续作《刀剑神域：虚空断章》。由于在当时索尼与任天堂的掌机战争已经完全迈进了第2大步，而年老体衰的 PSP 也完全经不起折腾了，于是与索尼紧密合作的万代决定让游戏的续作加入 PSV。这次万代突破性的将游戏的战斗机制改变为了即时制，虽然本质上依旧是个刷子游戏，但是游戏的整体体验确实是提高了不少。但是别以为这是万代良心发现了，本作绝大多数的人物建模以及场景贴图都是直接引用了 PSP 的无限时刻，这就导致了本作的画面依旧是硬伤，看着就非常别扭。而剧情上，本作承接了前作攻略了100层以后，同人无意中的在艾恩格朗特某处发现了一处名为虚空区的未踏足区域，于是在此时游戏的冒险便草草开始。不过虽说游戏的画面有些拉垮，但是游戏的热度和可玩性确实在当时的 PSV 上名列前茅的。也正是因为本作有了可观的销量，才让这个世界同人的冒险没有止步于此。如果大家想尝试并且有机会的话，我更推荐大家从本作开始游玩。如果你能忍受游戏糟糕的画面以及高强度的重复刷怪，那么本作还是可以一玩的。经历了前2部作品的洗刷，万代也开始了每年一部《刀剑神域》的量产计划。而这部《刀剑神域：失落之歌》则是系列首次同步登陆主机以及掌机的作品，同时也是从本作开始，《刀剑神域》的游戏正式步入了下一个阶段。从本作开始，《刀剑神域》的建模精度相比前作大幅上升，并且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和新机制。不过很可惜的是，核心内容依旧是超级干的刷，依旧很难令粉丝以外的玩家提起兴趣。本作的舞台转移到了《刀剑神域》第2部的妖精国度，在这里玩家拥有了飞行能力，可以进行空中作战。不过游戏依旧没有丝毫的打击感，释放技能削减对方血量完全是看数值，并且乍看之下十分庞大的地图里却几乎没有任何的可互动物品，再加上游戏里充斥着大量的跑图环节，让本作玩起来又无聊又浪费时间。而全新加入的飞行玩法也无非是让你在跑图时更快一点，飞行时的战斗手感相比于地面战还要更差一些。本作在首发的 PS3 平台的画面拉胯，在 PSV 平台的掉帧严重。不过由于《刀剑神域》第2季的播出，让本作依旧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买账。又到了新的一年，万代的量产计划依旧实行，只不过这次万代再次让玩家脚踏实地，并带给了玩家一些全新的地图，并且在后期的补充包里加入了系列人气角色爱丽丝和 Yuji。 从此这2位角色变成了游戏版《刀剑神域》里的穿越者，游历于各部游戏之间，并最终有了他们自己的游戏。如果算上本作全部 DLC 的话，那么这部《刀剑神域：虚空幻界》无疑是全系列最干的作品。但是不得不说，本作的武器以及招式系统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在本作竞技场1v1 solo 的情况下，还是非常考验玩家自身的技术的。并且本作由于登陆了 PS4 平台，画面有了一个飞跃性的提升，而且这次地图并没有空闲下来，而是选择了用了大量的换皮以及精英怪塞满了整个地图。本作也强化了对 NPC 的交互，地图上的每一位 NPC 都可以成为玩家的伙伴，
在好感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玩家还可以为他们装备武器，编辑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团队。而在剧情推动上，本作依旧是一个刷游戏。玩家到达指定地点，刷掉指定数量的怪物之后，再回到原地交付任务。这种 MMORPG 式的交互方式实在是有些难为单机玩家了。但是如果和前作相比较，本作 PS4 版还是十分不错的。但是 PSV 版无论是画质还是帧数都十分拉胯，基本上处于一个不能玩的状态。可能是为了给玩家换换口味，也顺便不要浪费了之前好不容易设计的飞行功能。万代重操旧业，旧皮套新油，制作了这款《刀剑神域》与加速世界的联动《刀剑神域：千年黄昏》。在本作，加速世界的各位将被卷入妖精国度，这场未来与过去的相遇，让两场与游戏有关的故事再次交织。同时，本作的 DLC 依旧收录了爱丽丝以及 Eugeo， 这场来自同一个世界观下的全明星大杂烩，着实吸引了不少的粉丝。但是本作游戏性上相较于虚空幻界有了不小的退步，整体完成度也仅仅比失落之歌高了一点点。在本作，由于地图的重复套用，导致地图上的怪物数量再次锐减，而相对的，游戏世界的高低差也间接的导致了游戏寻路困难等问题的出现。但是能同时聚集2波粉丝的本作，销量并没有因为游戏质量差而拉胯，粉丝像这个标签可能就是万代摆烂的财富密码吧。但是本作对每个人物技能的还原，也的确可以让粉丝们过一把瘾瘾。18年发售的《刀剑神域：夺命凶弹》是系列首次登陆 Xbox 的作品，本作是到目前为止可玩性最高的《刀剑神域》系列游戏。而本作的玩法上呢，则是复刻了一波 PSV 上的神作《自由战争》，但是在玩法上做了相当多的调节，避免撞车。本作的演出水准相较于前作有了更大的提升，虽然角色的表情更加丰富细腻，但依旧跟不上时代。并且与前作不同的是，在这一次的冒险里，我们将不再扮演同人，而是扮演一个由玩家自行定义的角色。玩家将会在冒险中与同人一行人相遇，上演一段完全由游戏原创的剧情，并且在游戏的第3弹 DLC 中，玩家可以再次与乱入的Eugeo以及爱丽丝相遇。而且由于本作是一款多结局的游戏，这也导致玩家需要多周末的进行游玩。不过好处是游戏的干度变低了，不需要像以前一样疯狂练级才能通关。这款作品作为一款 TPS 版的 MMORPG 游戏，有着全系列首屈一指的可玩度，并且由于枪械武器的加入，让玩家的玩法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这也是在整个系列里我第一次感觉玩的稍微有些意思的游戏。不过这部作品的好评也只是全靠系列其他作品的衬托，毕竟总而言之，这部作品依旧是一个圈钱的粉丝向游戏。在新一季的动漫重新激活了《刀剑神域》这个 IP 以后，沉寂了1年的万代终于又把这个 IP 拿出来捞钱了。本作玩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像强行加上了许多特效，无论是平 A 还是技能都有着非常夸张的光污染效果。虽然在后续版本更新对这些特效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改，但是在失去了夺目的特效以后，本作其他的缺陷也就一一暴露了出来。首先不得不说的就是本作僵硬的动作。本作作为一款2020年的游戏，在动作的设计上完全没有走心，并且场景中的怪物也是一如既往的换皮换色，而且最重要的是依旧没有打击感反馈。这款高强度刷的作品带给玩家的新意确实不多，十分僵硬的动作以及演出动画，加上重复度极高的游戏体验，但本作玩起来就像是一款加了更多特效的虚空幻界。不过好在本作的后续更新内容上还算不错，并且与前段时间热度十分之高的破晓传说进行了联动。只能说万代正在极力榨干《刀剑神域》这个 IP 最后的价值。总的来说，《刀剑神域：彼岸游境》这部作品画面上有限的提升，并没能给玩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相反，重新归于高强度刷的游戏机制，更是引起了众多玩家的不满。这款游戏的内容根本配不上游戏高昂的售价，只能说本作依旧是为了割粉丝韭菜而赶制出来的作品。好了，进行了一轮锐评以后，只为大家总结出了2个字：别买。这些作品除非打到骨折，否则我强烈不推荐大家购买。《刀剑神域》这个系列的游戏算是被万代给玩臭了，我真心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好好夸下这个系列的某部新作，但是我估计万代也不会给我这个机会了。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就一键30加关注支持一下，你们的30和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